都躲在那裡。我沒有躲，我連要諮詢都不讓我跟我別的醫生諮詢，他們就轉過來說我要他那個眼睛，我要他那個鼻子，青色的眼睛，然後我没騙，然後我就說他的眼睛可以做成他那樣吗？或者他的鼻子。真的好骗你了啦！我相信啊，我相信。所以刚刚其實我們在閒聊已經開始了。大家也想要像他一樣眼睛跟鼻子嗎？不過呢，這一次這是真的很漂亮啊！但我們今天要來討論一個問題啊，這次也要幫鄭醫師讓它更美的一個地方，就是這一塊。嘟嘟。是這裡地方就是所謂的嘴邊肉。那這個嘴邊肉哈，其實哈，大家在講嘴邊肉，那可是呢，我們去翻那個文獻，或者是去翻一些教科書，沒有一個很明確定義嘴邊肉。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？嘴邊肉到底是什麼？你用醫師的觀點來看這件事，這就是個膨出的 fat pad， 就是覺得它就是一個膨出的塊狀物嘛，對。那問題是它到底是什麼？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啊。所以其實這10年來，在這個整形解剖學上面，有很多人去做這方面的研究哦。那我在幾次那個國際的演講啊，我也把我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做一個分享。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，什麼是嘴邊肉哈？我們來看這個東西啊，這個是我們臉上一層一層的構造。好，最上面這個是我們表層掉下來。那這個網狀的結構是什麼？是筋膜，它垮下來。好，那這個最裡面這一塊黃黃的是什麼？它是深層的脂肪墊垂下來。所以這3件事呢，構成了我們嘴邊肉的3大成因。第一個就是表層鬆了，第二個就是中層的筋膜垮了，第3個就是深層的脂肪墊垂了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這3個有什麼不一樣。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做第一型的嘴邊肉。第一型的嘴邊肉代表的是淺層的皮膚的問題。我們來看，就是主要就是這個地方。什麼叫第一型的嘴邊肉？就是嘴角旁邊這裡有一個掉下去的一個肉條狀。我們再看啊，就像這個樣子。其實是什麼問題啊？這個你想象一下，就是這塊這個皮有點掉下來，然後堆在這，有點像什麼？有點像有一些人那個對，有點像土石流。有些人那個法令紋，它這裡掉下來之後，就有一個條狀物在這，一樣的道理。如果它這個地方的皮鬆了掉下來，就會在這裡有一個這樣的條狀物，就很像土石流鬆了這樣掉下來。這個就是淺層皮膚鬆弛造成的問題。都知道臉分3層嘛，第一層是皮膚跟皮下脂肪，第2層是筋膜，第3層是深層的脂肪墊。那我們怎麼處理呢？有些人第一個想法是，我可不可以打消脂針？如果你今天只是單純這個脂肪的問題，你打消脂針有沒有用？有用。好，可是如果你這個地方皮它已經鬆了，它是土石流堆在這個地方，堆在這個地方，你打消脂針會有什麼問題？脂肪被你消了，好，可是那個裡面就空空的可能會導致怎麼樣？可能會讓你的這個地方可能会更鬆，或是凹凸不平。我們來看一下幾個案例啊。好，如果你只是單純的這個脂肪多，你打消脂針可以。可是如果它已經鬆的話，你打消脂針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呢？它可能就會有一些多出來的條狀，甚至更嚴重。你看，凹凸凸非常的嚴重。這些都是實際上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遇到。就是有客人在其他地方打了消脂針，他嘴邊打了消脂針，就打完就變成這個樣子。那或者是就會像這樣子，凹凸凸的，那就會看起來怎麼樣？好像多了好幾條木偶紋的這種感覺，看起來更不自然，更不 OK。好，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件事：消脂針的目的是什麼？是消掉脂肪，但是消脂針是不能夠讓你的皮變緊的。所以如果你是第一型的嘴邊肉，請記得你不是單單的消脂肪而已，你還得要讓它變得更緊。這個是去年我們發表在一篇國際論文上面的一個影片哈，我們收集了很多的案例，然後這案例我們去追蹤5到10年，我們去研究一下哈，研究說這些人在這5到10年以後，他老化他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哈？那我們就這些人，我們有做核磁共振哈，那我們就去測量，那我們發現一件事，這個深層的這一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最深層的這個脂肪墊。所以在筋膜底下這個脂肪墊，它隨着時間呢，它會有一些問題發生。什麼問題？它會慢慢的往下掉。
原本呢最大塊的這個甲脂墊哈，這個深層脂肪墊在臉叫做甲脂墊，它原本是在颧骨下面這，但是它會慢慢的往下掉，它会慢慢的往下掉。用什麼樣的速度往下掉呢？大約每一年會掉0.89 mm 啊，0.89 mm 好像不多，對不對？10年就将近1公分了，也就是你每老10歲，它就會掉下來1公分。所以想想看，如果你今天30歲、40歲、50歲，它慢慢往下掉，它就会很明顯。當它往下掉很明顯的時候，你就會發現這個地方怎麼樣，就會膨起來，然後這就會多了一塊凸起物，就很像你本來是有點可愛的小嬰兒肥啊，後來掉下來就變成什麼？變成 U 型臉啊。那這一個研究成果哈，其實我們把它發表在國際期刊上，他們現在有教科書收錄到裡面去，問我們可不可以收錄。我們來看一些實際的照片哦。那什麼叫第二型的嘴邊肉哈？我們來看一下哦，什麼意思哈？什麼是第二型的嘴邊肉？深層脂肪墊下來，就是這裡會有一坨圓圓的這個嘴邊肉，這裡會有一坨圓圓的這個嘴邊肉。好，那如果在核磁共振上面，你就會看到這一坨，你看這一坨圓圓的甲脂墊，它就掉下來了。掉下來你就會看到這裡怎麼樣，就凸了，這裡就凹了。這個核磁共振它的影像，你看它兩邊不一樣，兩邊下垂的程度不一樣，所以我們很多人在看鏡子會發現，你兩邊臉垂的程度不一樣，就像這個人一樣，這個人他兩邊垂的程度不一樣，因為他這一邊深層的脂肪墊比較垂，所以像這種第二型的深層脂肪墊的嘴邊肉，好，它其實通常發生在什麼人身上，你知道嗎？就是原本就有點小嬰兒肥，那隨着年齡它是稍微有點掉下來，那所以大家弄清楚一件事哦，這個不一定会發生在年紀大的人身上。比如說像鄭醫師，我都可以想象你小時候應該嘟嘟的很可愛。我看過你小時候的照片，大概30幾年前的樣子吧，20幾年前的樣子。所以我們這次要幫鄭醫師處理這一塊有點嘟嘟。大家仔細看哦，如果我們把這個地方拉上去的時候。不僅這一塊這個稍微微掉下來這一塊呢，甲脂墊呢，我們會把它提上去，在他面前我都要說微的，不然會被打。你會發現一件事，一旦拉上去的時候，他的下巴會比較明顯。當然，對於一些比較嚴重的人而言呢，那我們待會看一些照片，拉完之後，不僅這個嘴邊肉消失了，臉頰凹也改善了，U 型臉也改善了，下巴也明顯了。從 U 變 V 是有并没，因為深層的脂肪墊下垂會造成你臉型很明顯的改變。第三型的嘴邊肉它的問題是在筋膜化。好，我們看就是這個地方，什麼意思？它本來我們的這個下頜線應該要很明顯的。那有一些人他下頜線呢變不明顯了，有的人是因為雙下巴的原因，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因為這個地方臉這個地方的組織掉下來的，這一塊掉下來的時候，他的下頜線就不明顯。這一種的原因是因為這就是第三型的嘴邊肉，它是因為筋膜垮了。那這個怎麼做呢？這個也是需要做到像這個八字線這種方式，把筋膜重新拉回去，用一般淺層的拉法一樣也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像剛剛第二型跟第三型，基本上都要用八字這種深層的埋線才有辦法去改善它。不過其實事實上有很多的人他表現出來他是混合型，他往往不會只是單一種形式，所以診斷非常的重要。為什麼有很多人他打音波電波他打完無感？因為他的問題可能根本就不是筋膜以上的問題，它是深層的問題。所以我常常講，如果你做任何療程，其實我覺得做整形、做回填就很像我們在處理一個醫療問題，一定要先診斷。比如說今天一個人他咳嗽，他咳嗽是感冒還是他是新冠？你要先診斷嘛，對不對？如果你今天他是新冠，你咳2下，你把他當感冒是不是很危險？它是什麼原因？它是屬於哪一型的？然後對症下藥，你才有辦法達到最好的效果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在你們各位的這個畫面的左手邊，畫面左手邊呢，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屬於哪一型的？它最主要是第一型跟第二型。那這種我們在處理的時候，我們針對淺層跟脂肪墊拉上去之後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它術後，你們畫面右手邊術後的這個照片，臉變小了，而且它嘴邊肉沒那麼明顯，連木偶紋都會改善。好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。
那這一個呢，它是屬於第一型跟第三型啊。你看畫面左手邊這個第一型，就是你看到它的這個嘴角旁邊，它墨紋旁邊這裡有一個小肉條，這是皮鬆的狀況。然後呢，它的脖子這個下含緣變得沒那麼明顯，因為它的筋膜有往下垮的狀況。所以我們處理完它第一型跟第三型的時候，它的墨紋改善了，它的這個下頜緣也會改善。那我們再看像這一個客人呢，他最主要問題是屬於第二型跟第三型。那第二型跟第三型會讓他的這個臉變得比較 U 型臉，而且兩邊嘴角兩邊的這嘴邊肉看起來會很圓。好，那我們把它拉上去的時候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他臉變 V 的。除了這個之外，他的下巴沒有打任何的東西哦，可是你會覺得他下巴有延長的狀況。你想想看嘛，就是假設你是有2坨肉，它掉下來了，下巴好像就縮進去一樣。對。所以你把它拉上去，下巴就跑出來啦。一個比例的問題。是，沒有錯。好，我們再看一下哈。那這個照片是什麼？像這個客人，他最主要問題就是他是屬於第一型跟第二型。好，在嘴角旁邊這有一小塊肉，然後這裡有一個嘟嘟臉啊。我們把它拉上去以後，你可以看到很漂亮啊，它的這個墨紋改善了，它的臉型也改善了。所以對症下藥非常的重要哈。那這些都是我們實際案例圖。那像這一位呢，他是1、2、3型都有。好，當然你會看到他的法令紋。好，也不一樣，因為它法令紋有處理到。我們今天主要講下半臉。首先，你看它嘴角旁邊這裡有條狀的啊，然後它這一塊有一塊嘟嘟的啊，條狀這個就是第一型淺層的問題，嘟嘟的這塊就是第二型深層的問題。然後它最靠近下含緣這個地方也垮下來，這是第三型筋膜的問題。這3個處理完以後，它的臉型就會漂亮很多，它的紋路就會變淺，整個人會年輕非常的多。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客人啊，他也是很知名的直播主。我們看到他本來的術前他的臉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他臉這裡是凹的，然後這裡凸了一塊，臉看起來整個就是覺得臉好像變大了，因為 U 型臉。那這個呢，它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它是第二型跟第三型。我們把它第二型深層的脂肪墊上提，你會發现一件事，它臉變小了，但是它臉頰凹卻改善。為什麼？因為它的夾子墊我們把它上提，我們把它深層的脂肪墊上提之後，讓它回到原來的位置復位，它臉型就好看了。我們再把它鬆掉的筋膜收緊，它的下含緣也會跟着出來。很多人覺得嘴邊肉是很難處理的問題，他花了很多錢做了很多無效的事情。那事實上，在做這些治療之前，你要怎麼選擇有效？首先你要先知道你問題在哪裡，因為沒效才是最貴。要不要接下去？好，沒有錯，想做要找專業，我們的 slogan。想做要找胖。OK， 那來吧。好，沒效才是最貴。想做要找專業。OK。好，那今天我們節目就到這邊啦。那大家也期待，就是漂亮的鄭醫師他做完以後，可以更漂亮到什麼程度呢？我就錄完之後直接當搞笑藝人就好了。因為形象都毀了。對啊，我形象都毀到你這邊了。不會，你到時候整個人更美的時候，大家就會覺得一切是值得的。真的。对。而且以後就不用再用脖子夾蚊子了。我記得上次那一只是你家的。OK， 大家拜拜。拜。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，歡迎大家把我們的資訊分享給你的朋友，我相信可以給大家很多正確的一些概念。好啊，如果你分享給朋友，你跟我們說，我們的小編會在線上把我的一本電子書分享給你哦。那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的關於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，我相信對大家在愛美的過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今天就到這裡嘍，拜拜。
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